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迪丽热巴欲成下一个某女郎，这一次再多的名和利就都救不了她。某女郎之所以能够火起来，是出于观众对于张艺谋的信任。你可以质疑张艺谋的眼光，但不能质疑他的才华。张艺谋一出手，必然是精品。据有关消息称，张艺谋有意向拍摄《英雄联盟》，这也是给了观众一个很大的惊喜。观众们都很想看到张艺谋如何拍摄 LOL 游戏的剧集，这一切都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当主演名单流露出来的时候，也是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男主角选择了老搭档易烊千玺，女主角则是选择了从未有过合作的迪丽热巴。对于易烊千玺的演技，观众都是比较认可的。一直以来，易烊千玺都在以非一般速度成长，挑战了很多不同类型的角色，让观众们看到了这个青年演员的无限可能。相反，迪丽热巴的观众缘却是中规中矩。迪丽热巴的颜值确实是没话说，美得很张扬惊艳，但是她自从出道以来，能够拿得出手的作品也是寥寥无几。这段时间播出的《安乐传》更是让观众们大失所望。迪丽热巴欲成下一个某女郎，这一次再多的名和利就都救不了她。《安乐传》引群潮，本来是千呼万盼的 S 加古偶剧，还有龚俊和迪丽热巴两大热度高的艺人加持，在还没有播出的时候就已经是提前预定了爆款。但是正式播出之后，简直是让人大跌眼镜。不管是剧中的特效制作，还是演员的演技，完全是辣眼睛的程度，简直是视觉灾难现场。迪丽热巴在《安乐传》中又是红衣造型，不管从妆造还是服装上，完全就是烈火如歌 2.0 的既视感。两个剧照拿出来，完全是分不清出自哪部剧。难道化妆师没有别的颜色的衣服可以选择了吗？最让人无语的是迪丽热巴的演技，简直是把油腻写在了脸上。一出场就是从天而降的这一俗套剧情，在硬撩韩烨的时候，完全可以说是搞笑至极。粗糙的演技根本压不住自己的五官，好像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一样，完全不受控制。看的观众简直是无力吐槽，第一集就直接劝退了观众。而本来有希望作为迪丽热巴从流量艺人转型的剧集《公诉》，依然是败在了她拙劣的演技和妆造上。公诉转型失败。说起来，迪丽热巴也是出道10年的演员，对于她的要求已经不是停留在新人的阶段，但是她的演技却是一如既往，没有让观众看到她的任何进步。就连《公诉》这部关于检察院的电视剧，在迪丽热巴的演绎下变成了偶像剧。总是把自己最好看的侧颜留给观众，严肃的脸上总是流露着一丝微笑，一点检察官的样子都没有，看得观众特别出戏。迪丽热巴饰演的安妮本来是一个经历了很多事情，不断成长，为自己最理想的样子。她的成长是有着明显的过程，但是却在迪丽热巴的演绎下变得一成不变。前后期的安妮完全就是一个人，根本看不到成长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在看到自己最敬重的师姐死在自己面前的时候，迪丽热巴也只是捂住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这套动作完全就是迪丽热巴表演哭戏时候的老样子，但是她完全没有意识到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不同的经历，总是用同一个演戏套路，根本无法展现出角色的情绪。不仅如此，迪丽热巴的眼睛里更是没有任何的眼神传递，就连和同伴一起处理案件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互动。她的拙劣演技在和同大为对戏的时候展露无遗，这水平和刚出道的新人又有什么差别呢？相比起剧中别的演员的素面朝天而言，迪丽热巴站在里面完全是一个特别突兀的存在，整部剧都是一整套浓妆走到底。白到发光的脸，厚重的眼妆让她完全不符合检察官这个形象。有谁在出任务的时候还有时间给自己画一个精致的妆容？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要去约会。甚至安妮去祭拜自己的师姐时，还是顶着这一副妆容，没有一点对于死者的尊重。再者说，太过于浓厚的妆容会影响演员的演技发挥。看剧中迪丽热巴大多是眼睛睁不开的情况，看得观众瞬间出戏。在迪丽热巴哭的时候，明显的可以看到眼泪伴着浓厚的粉底流了下来。真的不知道化妆师是怎么想的，脖子和脸都在浓厚的粉底下有了明显的分界线，难道不怕演员哭戏的时候来个现场大卸妆吗？其实迪丽热巴转型失败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她对于自己的定位不够明确，从一开始就是走的流量艺人的路线，到现在想转型的时候只能是有心无力，定位不准确，处境尴尬。
现在的迪丽热巴无疑处在一个特别尴尬的地步，颜值这条路已经是走到了一个瓶颈期。娱乐圈最不缺的就是美女，要想走得更长远，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作品。但是，一开始的迪丽热巴就是选择了一条不正确的道路。明明是科班出身，各项业务能力也不差，还有颜值这一明显的优势，稳扎稳打的走演员这条路的话，会有很不错的发展。偏偏选择了签约嘉行传媒，给迪丽热巴包装成了走流量这条道路，通过颜值来吸引更多的粉丝。对于演技这一方面，自然就没有更多的精力去顾及。而迪丽热巴的粉丝也是将她捧到了一个不对等的位置上，直接让她凭借着仅仅获得3.5分的漂亮的李慧珍拿到了金鹰奖的事后，在她领奖的时候，台下的演员装都不装了，脸直接就拉下来了，可见对于她这个事后的不屑一顾。这个奖让迪丽热巴获得了人气，但是却失去了口碑，让人不禁怀疑金鹰奖的是否公平。至于《你是我的荣耀》中，迪丽热巴能获得好评的原因在于乔晶晶的设定就是一个大明星，这完全就是本色出演。在剧中，迪丽热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展现自己的魅力，这对于她来说无疑是小菜一碟。广受好评的高文一角，也是因为这个角色和乔晶晶一样，大明星的设定并不需要花更多的心思去钻研。最重要的是，高文在私底下就是一个疯丫头，观众们是被她的可爱所折服，自然就忽略了演技这部分。但是换到和她自己并不同的角色上，迪丽热巴的演技的短板就展现出来了，更别说让她挑战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角色类型，这无疑是翻车预定了。现在对于迪丽热巴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精进自己的演技，对自己的演艺事业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只有做好充足的准备，才能做好转型这一战。而现在的迪丽热巴已经是演技和口碑全面翻车，出圈的红毯造型也是饱受争议。红毯造型引争议，迪丽热巴可以说是成也红毯，败也红毯。精致的妆容和姣好的身材，让迪丽热巴轻易的可以在红毯上博得大家关注。但是迪丽热巴走哪舞哪的行为，让网友们大为不解。既然穿了，那就和别人一样端庄大气，何必做那种又当又立的事情？金星为此也是大胆开麦，既然穿了，那就是让别人看的。这一句话完全是说出了广大网友的心声。如果不喜欢这类型的礼服，那就选择保守一点的，没必要这样。现在的迪丽热巴完全是处在了风口浪尖上，穿也不对，舞也不对，但其实就应该像网友们说的那样，既然选择了博眼球，那就大大方方的展示。真正的演员是不会依赖性感的服饰来获得热度的，他们凭借的是自身的演技来获得观众发自内心的认可。迪丽热巴近2年的作品大多是反响平平，甚至都可以她说是盛产烂片，空有热度但却没有口碑，仅仅也只是靠着红毯造型登上了热搜，颜值这口饭又能吃几年呢？现在的迪丽热巴已经进入了而立之年，从她的眼神就可以看得出疲态尽显，完全没有了高文时期的灵动。而最致命的还是迪丽热巴如出一辙的妆造和演技，让观众们一次次刷新了对于迪丽热巴的期待。如果张艺谋决定启用迪丽热巴的话，这极有可能是一场豪赌，要么就是张艺谋将迪丽热巴改造成功，让她获得很大的跨越，要么就是张艺谋的翻车作品又加了一步。虽然现在英雄联盟的主演还没有做最终的确定，但是观众们对于迪丽热巴来出演的这一消息特别抵触，觉得她的表演会让整个剧的感觉完全变味。当然，这也是给张艺谋导演提了一个醒，至于最后怎么选择，还是取决于张艺谋。对于迪丽热巴出演英雄联盟这一消息，你有什么看法呢？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